你能想象吗？在中国，一个卖药的生意竟然也快要做不下去了。这不是段子，而是真实发生在2025年的故事。头部药企老百姓大药房最新中报披露，净利润暴跌20%以上，10年来首次营收净利双降。而更扎心的是，大股东悄悄甩手套现14亿，留下一地鸡毛。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零售药店减少约3000家，这是冰山一角。业内人士甚至断言，未来3到5年，中国药店会从现在的68万家腰斩到40万家，足足减少1/3。一场惨烈的关店潮正在席卷中国。老百姓药企最新财报赤裸裸揭开了行业的真相：营业收入107.74亿元，同比下降1.51%，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20.86%，扣非净利降幅高达20.89%。10年来第一次营收、净利双双下滑。更讽刺的是，大股东和机构资金没给任何喘息机会。仅上半年就有股东套现3.41亿元，从2020年至今，累计减持金额14.32亿元。连中国人寿、陆股通等机构投资者也同时减仓，毫不留情。你能感受到这种上层抽逃、底层陪葬的残酷吗？当高管们数亿套现离场，街头那些小药店的关门声却像一首集体挽歌。要知道，中国药店行业在过去15年堪称疯狂。2009年，全国零售药店38.14万家，到2024年底猛增至68万家，每万人拥有4.6家药店，远超日本和美国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美国人均药店密度还不到中国的一半。资本把药店当成摇钱树，一窝蜂开店，拼命并购。但现实狠狠打了脸。2024年，全国零售药店首次出现负增长，全年关闭3.9万家。从遍地开花到满地关门，不过短短几年。一位业内专家直言，药店从来不是靠能力活下来的，而是靠红利撑起来的。如今红利没了，神话破灭，行业的寒风吹到区域连锁更是惨烈。一位地方最大的连锁药房老板向媒体哽咽：“我们去年1年净亏2000多万，今年已经关掉120家店，裁员500人。”更扎心的是，他还得继续关，因为撑下去就是无底洞。为什么？因为线上电商正在以惨烈的价格战逼死线下药店。藿香正气液进货价14元，线上平台促销价2元，卖一盒就亏12元。39感冒灵进货价1314元，线上卖45元。这些药全是流量产品，越卖越亏，线下只能被迫补贴。更要命的是，平台还要抽成配送，利润再被割一刀。结果就是毛利率从10%以上跌到5%以下。这位老板绝望地说：“卖的越多，亏的越多。”并购没戏了。以前资本愿意出销售额1.7倍的价格收购，现在只值30%到40%，想卖都卖不掉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关店。他的预判是，2024年关了3万多家，2025年可能会直接关掉10万家。不仅是地方连锁，就连上市药企董事长也说出了真相。官方说2024年关了3.9万家，但实际数字至少翻倍。因为很多药店已经停业，却保留资质，想卖给别人。他甚至指出，中国药店数量已经畸形。国外5000人才支撑一间药店，中国却每万人4.6家，接近70万家。正常水平应该在30、40万家之间。这意味着至少有1/3的药店要消失。他的感叹句让人心寒：以前开会讨论怎么赚钱，现在讨论怎么减亏；以前想着怎么扩张，
现在只能想着怎么活下去。某省医药行业协会负责人从宏观层面给出了致命一击：药店纯利润率已经跌到1%至3%，1亿元营收，净利润只有200万到600万。你敢信？这还是在医疗行业，利润低的和小卖部没区别，甚至还不如炒麻辣烫的。他说，这1%至3%的水平还在继续下滑，许多药店会被迫关闭。2024年，他所在的省份关了6000多家药店，2025年肯定会更多。他的总结掷地有声：过去药店的高速发展全是红利，不是能力。最怕的就是误把红利当能力。过去人们普遍觉得开药店稳赚不赔，毕竟中国人多，老龄化严重，用药需求摆在那儿，药品还动辄几倍加价，利润空间似乎很大。但现实是，药价虚高只是表象，因为绝大多数人买药要么走医保，要么盯着最低价。一旦医保控费收紧，平台补贴疯狂，药店就彻底没了暴利。数据显示，国家医保局推行带量采购后，常见药品平均降价50%以上，部分药品甚至直降90%，原本100元一盒的药变成10几元就能买到。这对患者是好事，可对药店而言就是一场灭顶之灾。药店已经沦为医保和电商的夹心饼干，价格战、控费战让他们失去了生存的基本空间。有人会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亿，是不是意味着药店未来还有巨大需求？可别忘了，老龄化带来的不仅是用药需求，还意味着消费降级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仅2.4%，同期医疗支出增速却超过6%。也就是说，老年人看病花的钱越来越多，但他们的钱包却越来越扁。能用医保的用医保，能买便宜的就绝不买贵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药店的生意并没有因为老龄化而繁荣，反而因为消费紧缩而更加萧条。所谓的银发红利，不过是资本营造出来的幻觉。药店的繁荣本质上是资本的泡沫。回顾2017年，那是一个关键转折点。那一年，国家提出处方外流，资本瞬间涌入药店行业，认为未来会有大批病人离开医院，到药店买处方药。结果呢？政策落地并不彻底，处方外流效果远不及预期，药店扩张速度远超需求增长，资本并购把估值推到离谱。一位业内人士说的直白，当年买一家药店，资本愿意出销售额1.7倍的价钱，如今只能值30%至40%，资本已经不愿再玩这个游戏了。这意味着药店行业曾经的金主爸爸们已经撤退，只剩下一地鸡毛。当大股东套现离场，资本退潮，真正受伤的是谁？是那些被迫关店的药店老板，是那些失业的员工，更是普通百姓。中国药店关门潮背后是数十万家庭的生计断裂。数据显示，药店行业直接就业人数超过400万人，一旦1/3的药店倒闭，至少会有上百万人失业。而普通患者的处境同样艰难。大城市药店扎堆打价格战，或许还能买到便宜药，但在中小城市、农村，一旦药店倒闭，意味着药价反弹，药品稀缺，失业潮加医疗可急性下降，这是最冷酷的现实。药店行业正在重演中国很多行业的宿命。一开始被资本捧上神坛，疯狂扩张，中途政策风向一变，市场竞争加剧，最后泡沫破灭，资本撤退，留下遍地荒凉。房地产是这样，互联网平台是这样，现在轮到药店了。更悲哀的是，这场关店潮不仅是行业的失败，
更折射出整个中国经济的深层危机。当连卖药这样的刚需生意都撑不下去，你还能指望什么？药店的故事正在告诉我们一个冰冷的事实：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系统性衰退的阶段。不是某个行业出了问题，而是需求不足、消费疲软、资本逃离、政策收紧全部叠加。药店的关门潮只是庞大倒塌链条中的一环。今天关的是药店，明天可能就是超市、餐饮，甚至医院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谁都无法独善其身。